问这些问题的观众究竟是什么心态？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今天拿一个画家的标准，拿一个画家的这个养成素养去检视一个艺术家，是在矮化他？某种程度上，我们更应该说，仿佛艺术家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这种特权，本质上是在打压其他的专业。12, 11, 10, 9, 8, 7, 6. Hey yo,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这个绘画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好，然后我们这期要干嘛呢？我们这期要续讲草间，回答观众们的提问。我们就整理成几个比较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之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是因为我觉得会问出这些问题的网友，其实还是蛮认真看的，他们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发问。那我觉得我当然要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说杨力，草间做过了这么多种的尝试，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在我们上一趴节目讲的多元性上是不足的？我会讲这句话的立论在于，我评价的是草间的绘画表现，因为绘画本身不单单只是技艺的展现，它更加是一个考验画家研发能力的一种挑战。你要去挑战研发能力，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已经被发明过了嘛？那就像我上一期讲的，3个数值很重要，那其中2个是可能性，然后还有一个是多元性。可能性就是指针对未来的研发，那这个多元性其实是指当你往回看的时候，这一个庞大的绘画史里面的知识，你是否都已经掌握？那当然啦，其实讲到多元性，绝对第一个要举出来的例子就是毕卡索。毕卡索他的多元性就是可以说在画家当中开发到最极端的一个。初来乍到的毕卡索，当时是一个这个被巴黎人视为土包子的一个画家。毕卡索刚到巴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当时巴黎最流行、最时尚的几位画家，比如他当时用梵谷的技法去画他那个自杀的朋友，还用了窦家的那个澡盆去画一个同样构图的一张画。它里面画那种夜店，当时巴黎电灯时代夜生活那种东西，它可以说那个题材上就是从罗德格那边挖过来的一个东西，这是他对当时代的那个多元。但毕卡索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的眼界，他的多元性远远不止这样。比如说，他甚至还会跨越时代土壤去临摹别的东西，比如希腊陶罐。希腊陶罐用一种很好的方法告诉你，一个人要如何用一些很精简、简练的线条去表达，不管他的动态、他的形状，而且同时这个人他不单单是一个超级写实的罗马希腊化的这种东西，而是一种带有节制、知道取舍、很简约的造型。他从他这边去学习了很多，画了他一系列这个牛头人的系列。与此同时，他还去学，比如说非洲雕塑，他在非洲雕塑这种完全跟西方在线逻辑不一样的这种面具当中，得到他立体派的这些灵感。各位看到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画家多元性很注重，原因就是因为画家要研发要材料怎么来，就是从历史当中去获得那个多元性，获得那些有机的土壤。这个有机的土壤不是像现在草间这种只要用上圆点就会像的那一种，而更多的是有很多画家开发出来的风格，而那个风格本身还有很多有机开发的方向，可以去嫁接这可能性。毕卡索往往是把这种东西拿过来继续延伸，同时他自己也开发出很多这种可以继续研发的风格。只有毕卡索是这样吗？其实不止看到马蒂斯也是这样。马蒂斯临摹过洛可可，就意思说很古典、很 classical 的这样子一种画，比如他临摹夏丹的菜场回来的那个女人，非洲雕塑他也临摹过，他还有学习点描派，所以你会看到吸收是非常广泛且多元的。然后各位看后面很多很厉害的大画家，他们在多元性上都非常的丰富，乃至于我们晚年看到，比如莫兰迪，你说莫兰迪只会画那种瓶瓶罐罐吗？不是你打开莫兰迪一生，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吸收塞尚的东西，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在吸收这个形而上画派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其实他本身是像一块海绵一样不停的吸收，哪怕我们晚年看到他这么有标志意义、这么 icon 般的这样的一个静物画，你就知道
他们会的东西很多，这才是我所指的多元性。回到草间的那个 case 草间在他这一生所经历过的这些时期，他刚开始画了一些这种学院要求的这些速写，然后当然完成的都不错，真的画了一些超现实，然后到了国外画了当时跟你说跟了当时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然后画了圆圈等等等等，后来再去做这些洋剧啊，然后那个什么洋剧原野啊，我们可以知道他做了很多的尝试，这些很多的尝试其实本质上跟他最后我们要看的那一个绘画表现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觉得充其量他就只是一个像是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随着自己的环境改变，在应试时期做应试教育的事情，然后到了国外做国外某种软性规划之后出来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位留学生，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说多特别啦。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会说，那杨理，我们撇开他做了什么后来的装置啊、录像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来谈那草间本身的绘画，难道没有经历过多元全能的这种开发吗？其实问这个问题的网友，我们就可以更加的 focus 在更深入的层面了。某种程度上，他真正经历过的多元，就是第一个学院时期的训练，再来超现实的一些画面。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他唯一真正多加尝试的东西就是抽象化。各位注意，抽象化是很关键的词。有兴趣的朋友，请移步到我们那个抽象化那一期，我有更详尽的分析。抽象化这个东西它算不算在多元呢？其实当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绘画边缘、对于绘画新的可能性的一种探索。其画出来的东西本身往往不能够得上绘画的多元，原因是因为那个含量属于绘画真正在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少，他们更多是在做一种实验。而那些作品它厉害的地方，其实是在他想象出来的那一刻，在他挑战到那个绘画边界点的那一刻，而在那之后，可以说就不再是这么重要了。正如同波洛克的画，他的第1章跟第100章，你真的可以记住这100章的差别，或者说你真的会觉得这100章的差别真的很值得被人讨论吗？因为毕竟都是用泼的嘛，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草间的多样性，如果就单论绘画层面的话，其实就只有学生时期，然后画一点超现实，然后再来就 biang 一下崩到我们现在这个点点点，我们所熟识的草间身上。单论绘画的多元性，它还是不够。那再来有第3个问题，我觉得第3个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说，杨理你在矮化草间，草间明明是个艺术家，但是你只拿绘画的标准看他，他明明是个艺术家他又没说自己是画家，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就把他归到画家的行列，然后只用画家的眼睛去看他，这样是否过于狭隘了，甚至是有点矮化他的嫌疑？针对这个问题我只讲一句话，各位，他卖画了耶！各位，他卖画了耶！我们今天打一个比方，就像是一个偶像今天要去演电影，说真的，今天我们就这一个偶像演的电影去批评他的演技好坏，这件事情到底哪里错了，对吧？这些事情本身很合理，演电影是个专业，演员本身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磨练、打磨，最后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那当然，偶像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产业的东西，它可不可以跨足？它可以，但是重点在于说，他跨足完之后，他需要被另外一个他跨足过去的东西用专业的方法去审视才对啊，而不是今天仿佛他今天只要这样跨过去，然后我们就应当无条件的说他好。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很盲目的情况。很多偶像他们最后会不会去演戏？会，但是其实对于电影稍有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那种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宣传。更像是这一个偶像形象的周边副产品而已。说真的，如果今天草间大胆的公开的说，我做的只是一个副产品，只是一个周边产品，那就不用轮到我今天做一期节目骂他了。但是你觉得他会说吗？他说了，你觉得大家会想听吗？我甚至要反问这些问题的观众，究竟是什么心态？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今天拿一个画家的标准，拿一个画家的这个养成素养去检视一个艺术家，是在矮化他？某种程度上，我们更应该说，仿佛艺术家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这种特权，本质上是在打压其他的专业。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是一种毁灭专业的想法。
前面这3种问完啦，那后面还有一些其余的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会告诉我，草间坚持做了很多事情，他敢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模特身上画圆点，或者是请人去裸奔等等等，什么到威尼斯摆钢球。OK， 我必须得说，对，草间的确很勇敢，草间的勇敢程度就像我今天敢坐在这边骂草间一样勇敢。OK， 但是到底跟他画的好不好什么关系啊？对啊，各位，到底跟他画的好不好什么关系？的确啦，在艺术界我们为了要上位、要成功，我们的确会故意做很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这种丑闻某种程度上是艺术界一直以来很喜欢用的老梗。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他再怎么勇敢，他做再怎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专业表现尤其在他卖画之后，我们还是要很冷静客观去看他绘画上的表现，而不是你今天告诉我说他做了多少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就必须得承认他在绘画上的表现是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他说：“杨丽阳，你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没有读过当代艺术的理论，一直在用一种现代主义的观点去思考草间？”首先面对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请问你到底是看了哪一本后现代主义的书，告诉你草间很好的？如果你有看到那本书，可能是比较存疑的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实我所宣讲的这一切，本质上并不是把你带回现代主义的价值观里面去。当然你会说，那为什么你都举现代主义的人为例子？是因为在现代主义当时的画家，他们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群顶级画家，但我无意把大家带回到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我只是告诉大家，当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什么角度？当我们今天看一个画家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角度？这里面并不是什么后现代对于现代主义的一种前后关系的一种否定，我只是在跟你说，我谈论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教你如何睁大眼睛看画而已。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我的短视频当中有把草间跟梵谷拿出来互相做比较，拿这2个人来做比较，其实有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草间所开发的风格跟梵谷本身所开发的风格，这2个风格拿出来做对比，你会很明显的发现，梵谷的风格是一种活生生的风格 ，which means 在未来的很多画家都还可以接续梵谷所发明的东西，持续长出新的不同的分支。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现在的大师霍克尼一样，霍克尼他就是站在梵谷的基础，然后继续往上走，甚至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有访过的一期，就是全居那一期，他是一个画国画出身，但是他就是看了很多梵谷的画，然后看他的速写怎么做的，最后影响了自己的作品。但当他被梵谷影响那一刻，并不会让他完全被梵谷吞进去，因为梵谷开发是叫活风格，这个活风格还可以继续生长下去，可以开出更多不一样的花朵。但我们现在看到草间的这种风格开发，某种程度上，它开发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但那个标志性的东西，在绘画上来说，它很简单。对于后人来说，能在上面再多长出什么，其实本质上没有那么多可能性。所以这是我最后其实要讲，就是说为什么草间真的不行，它的开发能力为什么不行？因为它并没有种出一个活生生还会生长的树。但像梵谷他那种就是有。毕卡索有，巴蒂斯有，很多大师都有。那么最后节目的最后我就要来回答另外一种观众的问题。当然啦，他们的提问我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他们的提问有时候是站在你的位阶、你的立场。比如说有观众会质疑，你是一个资浅的画家，你凭什么对前辈有这种趾高气扬的这种语气讲话去批评他？然后还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可能妒忌了草间的成功，因为草间卖到3000万，我卖不到。其实我觉得针对这样子的观众，我倒就没什么好回答你了，因为你并不是点进来听我说道理的。本质上，你点进来就是在看这一个人他够不够成功，他的社会咖位够不够。其实说服你们很简单，因为基本上在未来，随着我越来越成功，你们将会无条件的变成我的信徒。虽然很可惜的是，当你喜欢上我的画的那一刻，你依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画得好。但是我只知道，在不久的未来，你们会被我的成就所折服，当然是用一种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OK， 好，这里是 Pendiverse，一个关于画家以及绘画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